谈我们自己台湾的部分哈，当然疫情升温也代表说防疫是的确有松懈，出现缺口哈。那当然也不能轻忽。不过如果我们去比较全球的疫情，特别刚刚讲到印度的部分哈，当然我们还是要保持冷静来应变，不要过度恐慌了啊。我先大概等于说全球的一个疫情的状况，我们简单讲一下哈。到5月12号为止，基本上全球确诊人数其实已经高达15978万人哈，那死亡332万人。那中间当然目前来讲疫情最严重的美国还是在最前面哈，因为它确诊人数3278万人，那死亡有58.2万人。那印度就是在这1个月以内哦，等于说它的单周哦每天都是以40万的速度哦迅速的扩增，所以变成攀升到第2名的一个最严重的疫情。那本来是巴西，那印度现在刚刚谈到说它的一个确诊人数，其实到这个5月12号最新的数字是2334万人哦，那死亡人数已经高达25.4万，那每天的死亡人数是确诊40万，但是死亡也高达4200人哦。那这样的一个疫情当然引发全球的关注，那特别是这个 WHO 哦，那也把它特别是因为最近印度的变种病毒受到关注，也把它列为跟先前包含像英国、包含巴西、包含南非的变种病毒列为哦，这个可能是这引发疑虑的病毒最严重的病毒。那这个病毒经过调查，已经也扩散到44个国家。那这个变种病毒跟过去相较来讲，更为严重的就是第一个，它的传染力哦，可能是的确更强。那它会这个等于说增加这个免疫系统的一个逃脱的这个可能性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变成说印度它的内部很多的一个调查都是发现说，一个家庭里面只要有1个人感染，就全家确诊哦。所以从这里看得出来，的确它传播力是非常强，而且它的一个这个确诊染病的一个染疫的特征，就是说还会有所谓的这个鼻子跟这个眼睛发黑，然后视力变弱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症候哦。那除了这个印度之外，当然这个巴西先前的一个也非常严重的这个变种病毒哦，它的一个病毒株已经发展出有110种之多哦。那从 P1 变成到这一个有 P1、2这2型哦。那等于说，现在巴西是跟印度2个是最严重的国家，因为巴西确诊也有1528万人，那死亡也有高达42.5万，比印度还要高哦。那其实除了这些国家之外，我们再对比一下，其实我们邻近的日本最近疫情也非常严重哦。那这些都可以作为台湾参考，因为日本确诊虽然去年开始它有管控，陆陆续续，但是累积到现在，虽然没有欧美国家动辄几百万的人数、上千万人数，但是也有66万。那这一个月以来哦。那特别是这2天，5月12号这一个单日1天就爆出7000个确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字哦。那累积的死亡人数从过去来到现在有11000人。那这样的一个全球疫情，我们参考之下，我们会发现说，台湾到目前为止，我们确诊人数到5月12号为止是1231。那当然。因为12号这一个突然出现了有16个这个本土病例不知道来源的情况之下，所以引发大家非常的担心啊，那也会焦虑。不过整体的死亡率来讲，我们看到根据指挥中心公布的数字是12个人，也就是说整个占这个染疫人数的0.97%啊。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外界的整个大环境先确认之后、掌控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台湾的一个现在疫情到底是不是非常严重哦？如果对比之下，你看到欧美国家的确那个真的较严重，而且也不是1、2天的事情，特别像美国从去年爆发到现在。已经将近可能1年的时间哦，那所以它的一个不管确诊人数、死亡人数都非常高，但是等于当然对社会也会有影响，但是到目前为止你会发现说比较怕会进一步扩散，当然就是因为社会的恐慌导致整个防疫的这样的一个防线崩溃，这是比较令外界可能需要担心的。那印度的部分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注它？当然就是因为其实当然我们台湾很多地方做的要比印度好太多了啦。那印度部分如果根据前几天台大公卫所他们几位教授的一些分析来看哦，基本上大概有几项重要原因啦。当然主要是说，因为印度，当然它的我们刚刚谈到它的一个变种病毒的确传播力是相对来讲很强，而且过去来讲年轻人是比较不容易染疫，但是它的一个相对来说30到50岁在印度的染疫的这一个年轻人也非常数字也非常高哦。那同时就是说在核酸检验的时候，它有呈现一个伪阴性，你验不出来。那当然还有印度，其实实际通报的数字哦，现在目前评估可能刚刚讲到的惊人数字，其实可能都只有1/3哦。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再加上我们看到印度
它就是一个人口大国哦，跟中国两个是在争这个全球最大人口国，那有高达14亿的这个人口，那14亿人口再加上说他们的。譬如说文化、宗教习惯，其实非常习惯于这个宗教活动、大规模的聚会哦。这个也导致说它的疫情扩散的速度非常快。我们前一阵看到，连在恒河完全都不担心这个疫情的影响哦，大家还是按照传统的这个宗教习惯哦，在过他的日子。所以这种大规模聚会也导致说它的疫情扩散的速度的确非常快哈。然后同时还有包含它的应变措施可能也不够，还有最重要就是说它的医疗体系目前看起来是整个呈现一个崩溃的一个状况。所以才会有我们看到有一些影片呈现出来，就是说连可能死亡的一些这个亡者的一个等于处理善后可能都没有办法完善哦。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它的一个等于疫苗的数量也不足啦啊，所以真的打疫苗的人数可能也相对有限。所以整体看起来，我们会觉得说印度当然台湾不用去跟印度比，那印度会变成一个可能把。比较担心的是它的这个变种病毒有没有可能向外扩散，或者是说甚至连带的也影响到台湾。那当然这个部分，台湾的这一个指挥中心先前也讲到说，已经有全力的在这一个把它杜绝啊。那等于说对这个部分有特别的小心。不过我觉得台湾的部分，我们自己其实如果跟去年来比较，我觉得有几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其实刚刚瑞德哥有谈到哦。其实现在我们如果去年疫情刚爆发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可以看到每天都有人在排口罩哈。那其实这一年来，我觉得跟去年最大差别是说，这一个医疗物资上面，特别是口罩，甚至或酒精，其实这一年以来，我觉得民众这一点的这个公共卫生教育其实是成功的。不管疫情有没有升温，其实陆陆续续，我想基本有这个观念的，大概多少都有准备。所以这2天虽然也是有人在买口罩，但是我觉得不会像去年那么样的一个感觉，好像连口罩买不到。都缺乏，所以在心理上面，我觉得这一个等于说程序上面来讲，大家心理这个部分自我防卫的部分，这是相对去年来讲是比较高的，也比较不用担心的哈。医疗物资的部分，第二个就是说，像这一个疫苗的部分，去年也没有，那今年陆陆续续，当然。这个施打速度不是很快，但是至少也有一定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啦哈。那另外还有包含像我们刚刚讲到，我说疫情的比较，如果你把这些数字具体去看一下来讲。这个对于这个肺炎的一个可能它的包含像重症或致死率来讲，跟去年一开始爆发的时候产生的内心的恐慌哦，我觉得现在可以相对理性来看待，就是说。它当然，它的传染力变得更高，所以你确诊的可能性也会相对提升。但是它引发重症或者致死，可能不会像去年一开始，大家真的会人心惶惶啊，会觉得它好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当然，因为它传染力高，所以当然也不能小看它。那还有包含像这一次哦，我说当然就是这8个月以来哦，去年大家台湾自己这个非常骄傲，就是防疫管控非常成功哦，所以。的确会松懈心防，这个是一定的。那我们看到，其实不管是搭大众捷运或者是这个交通工具，其实民众的习惯呢，戴口罩，你不戴口罩根本不能搭乘嘛，啊，那进出医院等等，这个习惯其实已经慢慢养成，所以累积几个月下来，我觉得这一个不管是心理上或实质的这一个防疫的措施，其实已经有一定的一个。这个防御的能力哦，那这一次是因为部分，我觉得可能有些地方的确是相对来讲是松懈的，松懈的部分，这个部分缺口的确比较麻烦，是说因为你找不到这一个感染源啊，那现在。希望不要扩大变成真正所谓的这一个社区感染或进一步哦这个升温。不过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有这标准的 SOP， 然后大家民众的心理保持冷静，然后把本来该做的事，大家常讲的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这些，都还是把它做好。那我认为说，在这一个过去来讲，其实应对这个防疫工作来讲，我想这指挥中心它早就有拟定很多的方案跟计划，一步一步的按照这样的来实施哦。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机会可以尽快把这一个防疫的缺口补起来，重新建立起来这个防疫的这一个防线哦，然后这个大家共同来度过这一次防疫的挑战。